根据俄媒消息，先前被从亚速钢铁厂疏散出来的平民里，有一位钢铁厂女工称，地下掩体里确实有一位外国将军。一起来看更具体的详细情况。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5月2号，俄军针对钢铁厂发动了长达1天的火力准备，火力强度之高前所未见。钢铁厂在炮火打击下彻底成为残垣断壁，俄军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三面发起猛攻。面对俄军的拼命猛攻，亚速营已经力不能支，因为早在俄军进攻的半个月前，亚速营和乌军发起了数次突围行动，但是全部被俄军挫败。为此，亚速营已经阵亡了很多人，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发起反击行动了。俄罗斯国防部也宣称，俄军数次挫败了亚速营的突围行动。DNR 代表巴苏林上校表示，一位加拿大中将正在钢铁厂躲藏。俄媒还报道了被疏散出来的亚速钢铁厂员工娜塔莉亚对于地下掩体情况的描述。他透露，钢铁厂的地下掩体确实有一名外国将军，但是不能确认他的具体身份和国籍，而亚速营正在护卫这名将军。实际上，俄乌冲突的整个3月份以来，马里乌波尔地区作为俄乌双方交战最激烈的地段，一直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在马里乌波尔包围圈被彻底封闭之后，包围圈外的乌克兰军队先后进行了4次空路和1次海路运输的方式，企图将马里乌波尔的不明目标撤出包围圈。而乌克兰付出4架直升机被击落、船只搁浅的代价后，仍旧是执拗地继续执行救援行动。与此同时，法国、英国等国家也呼吁俄罗斯设立人道主义通道，让钢铁厂撤离平民。这不由得让外界揣测，这个包围圈中一定有高价值的大鱼，不然乌军和西方国家绝不会大费周章地进行救援行动。当时外网盛传美陆军少将就在马市，但是随后被北约官方辟谣。而近日，一部分国外媒体宣称，北约国家高级官员可能在亚速钢铁厂内，还有美国生物实验室的科学家，甚至还有媒体声称拜登的儿子就在包围圈内，简直是各种说法都有。不过从昨天开始，随着俄军加大力度的猛攻钢铁厂内部，钢铁厂内的亚速营和乌军全部和包围圈外的乌官方政府全面失联。随后，俄罗斯媒体报道称，钢铁厂的大鱼实际上就是加拿大陆军中将，他是在打算跑路的时候被俄军一举擒获。俄罗斯360媒体也报道称，加拿大中将实际上就是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负责人，因此他将被押往俄境内接受俄罗斯的审判。俄媒进一步报道称，俄军东方营营长表示，如果加拿大将军真的在钢铁厂内部，那么他出逃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俄军开设的人道主义通道逃离。但是俄军为了防止亚速营等其他武装分子浑水摸鱼，自有一套身份甄别程序，可以迅速识别目标人物，所以此举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要他赶走人道主义通道，那么他的身份就必定会全部暴露。但有关加拿大将军被抓获的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俄罗斯官方也没有明确表态关于加拿大将军消息的真伪。因此虎哥认为这条大鱼的身份还是不好确定。不过虎哥认为，实际上从2月27号马里乌波尔包围圈被俄军彻底封闭后，钢铁厂内的守军覆灭的命运已经注定，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逃出去。制空制海权早就被俄军全部夺取了，唯一的逃生方式就是乌军发动地面攻势解围包围圈，而乌军也确实这么做了，甚至把在哈尔科夫刚刚成立的2个亚速侦察营和基辅的亚速营部队拉来与当地守军一起向马里乌波尔突击。但是在俄军摩步师的阻击下，乌军的攻势完全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反倒是4月底让俄军打了个反突击，这些乌军和亚速营部队受挫后就迅速做鸟兽散了。所以既然钢铁厂内的亚速营和无法确认身份的大鱼无法逃离，那么实际上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大鱼收网在即。而且现在据称俄军已经开始进攻钢铁厂的地下掩体了。
这就表明亚速营的防御完全崩溃。此前甚至可以依托地下掩体击退俄军的进攻，现在直接让人推到了家门口。因此一旦俄军进入地下掩体，钢铁厂的大鱼真面目将被彻底曝光，西方的阴谋也可能被一同揭露。所以我们只需慢慢等待即可。